小可爱，我是黑红。相信呢有用过 Clipper Studio Pen 的人一定都知道说，其实 Clipper Studio Pen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神器哦。你用这个软体画漫画、画插画、画线稿，你都会觉得它的线条非常的丝滑顺畅。但是呢，之前就有一个学生就问我说，为什么他使用了 Clipper Studio 之后呢，他觉得他的线条怎么画出来还是有点卡卡的，有点不太顺。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有可能是硬体，有可能是软体，也有可能是你的笔刷或者是你画图的一些习惯等等的状况都有可能。那他就根据这些东西呢，都去做了一系列的调整之后呢，他就发现 Clipper Studio Pen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画线条。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要来和你分享怎么样用 Clipper Studio 画出你的完美线条。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一开始会先从我们的检测感压开始，接下来就会来推荐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用的笔刷。接着呢，在我们这些硬体、软体都 OK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开始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去透过下笔的一个技巧跟力道，来帮助我们画出好看的线条。有了这些技能技巧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小小的练习。最后我也会来和你分享，除了这些练习以外呢，我们可以运用什么样的一些技巧来帮助你画出很好看的线稿，并且做一个简单的示范。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OK， 那在我们开始使用 Clipper Studio Pen 来画出一些线条画之前呢，我们先确认一下我们自己所使用的这一些硬体设备在画图的感压上面到底能不能让我们可以画出一些不错的一个线稿。如果说是资源的话呢，那你就要去设定跟调整看看它这样子的一个感压呢，你习不习惯，熟不熟悉。如果你的感压觉得 OK 了，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再进来 Clipper Studio Pen 里面来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画图的设备非常的多样多种，所以说在这边的话我就先不做一个示范了。那我们在第一步硬体设备的部分已经调整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Clipper Studio Pen Pro 这里呢，来做一些绘图上面的一个调整跟笔刷的一个感压的调整哦。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到 Clipper Studio Pen 里面呢的这个档案底下有一个调节笔压检测等级，我们点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它这边会显示我们的这个笔压曲线。其实我们在右边的这个画布可以慢慢的由轻到重再到轻，这样下来一画，画完之后呢，它其实就可以帮我们把我们平常画图的这个轻重的笔压呢稍微抓出一个曲线来。我们确认结果之后呢，我们可以点选更柔软或者是更坚硬，看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调整方式。那我自己个人都会选择比较柔软一点的线条。那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画出来的一个笔刷的状态。那这样的线条其实看起来就非常的柔顺了。我知道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说他在调整之后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太习惯，或者是有一点点不顺畅。如果还有这样的状态的话呢，那我们可以使用第三个方法，就是去调整笔刷的一些属性哦。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右边这里有一个工具属性，点进去之后呢，它有一些可以调整的地方，不过这个都是比较基础的。我们可以到右下角的这个扳手这边来，在这个扳手这边呢，我们点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这里有非常非常多可以调整的地方。今天呢，因为我们是针对我们的画图手感以及笔压的部分去做调整的，所以其实我们要调整的部分呢，我们前面都可以先不要看，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属于这个笔刷的效果。我们可以根据后面两个部分去调整我们的笔压跟画图的手感的感觉。首先第一个是修正，那第二个呢就是起笔收笔的部分。我们先看一下修正的部分哦。在修正的部分这边呢，因为我现在的笔刷其实已经很顺畅，这是因为我已经调过了，不过还是让你稍微看一下。这边的话呢，你可以调整，像是你想要让这个角变尖，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线比较重的话呢，好像关掉之后这个线会稍微比较没有那么棱角的感觉。那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把它关掉。那再来呢，就是抖动修正的部分哦，我们可以试着把它关掉，然后来画画看那个效果。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哦，关掉之后呢，它的这个起笔跟收笔的部分就没有办法那么尖了。那如果把它开到100%的话呢，它起笔收笔的部分就会变得很尖，没有错。但是呢，它有一个 bug， 就是说呢，你可以看一下，当我很快速的画我的笔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有点跟不上我的一个速度，所以一般来说我就会把它调整到差不多30左右。在30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我在画的时候呢，速度变得比较快，它就会比较能够跟上。所以说基本上的话呢，我一般来说抖动修正都差不多给它抓一个30左右。那根据速度修正抖动的部分呢，它
还有2种类型哦，一个是缓慢，一个是快速。那我自己个人呢，因为画图是比较快的，所以我可以选择快速，那就会发现好像确实有变得比较丝滑哦。那再来呢，就是后修正的部分。后修正的部分呢，它比较是根据就是说你画图如果画的线条比较容易抖的话呢，那它会帮你画的比较平。你会发现我在画的时候呢，它稍微都会把我的线条做一些调整，但是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这样子的调整，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调整会跟我画出来的一些线条可能会有一些差异，那这样我不喜欢，我就可以把它关掉。再来呢，就是扫幅。如果我们把扫幅开到最大，你就会发现我画的每一笔画呢，都很容易有一个尾巴，有个勾勾，但这个勾勾其实不是那么的好看哦，所以说一般来说我都会把这个勾勾把它关掉，开到最小。再来呢，就是我们起笔收笔的部分啊，在起笔收笔的部分呢，其实像这边的话，它有一些可以调整的部分，但是根据我自己调整过后的一个状态，我自己觉得变化并没有特别的大。然后像这个部分我也没有特别去调哦，因为我也没有看出一些很细腻的部分有一些差异的，所以说在这边的话，我自己就没有特别去做一些调整。所以以上这3种方式呢，就是帮助我们在画电绘的时候，可以画出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手感跟一个笔压的一个数值跟感受。其实一般来说呢 ，Clipper Studio Pen 它本身内建的笔刷都非常好画哦，但是可能它的笔刷很多，你也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笔刷来画会比较好画。那没有关系，在这边我推荐2支笔刷，我个人觉得非常棒。第一支笔刷呢是，如果说你个人非常喜欢手绘质感的一个绘画方式的话，或者是你本身是平常都在画手绘，你在画电绘的时候也希望可以画出这种手绘质感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个铅笔。在这个铅笔当中呢，这里点一下这里有一个自动铅笔，我觉得这支自动铅笔呢，画出来效果还不错，由轻到重，由轻到重。那你就会看得到，它这一支笔刷其实质感是非常手绘的样貌。这一支笔刷是非常好用的，你就可以画一些像是手绘的一些插画或是一些作品。那第2支笔刷的话呢，我个人会推荐这个沾水笔当中呢的这一支 G 笔。为什么呢？因为这支 G 笔呢，其实它的一个质感是比较偏向于电绘的质感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支 G 笔的话呢，它本身画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线条是非常丝滑、非常顺畅的。所以通常来说的话，如果你喜欢画漫画或喜欢画一些电绘的作品的话呢，那基本上这支 G 笔就会非常适合你去画一些线稿啊，画一些漫画的一些作品。那除了内建的笔刷以外呢，我自己个人还有推荐3支其他的绘师分享的一个笔刷套装哦。像这位绘师的这一个笔刷呢，我自己个人也觉得看起来还蛮好看的。它有1、2、3、4、5支不一样的笔刷，你都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那它当然也有画出来的效果的一个作品，让你作为参考。这一个连结我都放在我的文章里面，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去做这个下载的动作。那同一个作者里面呢，它还有这一个套装哦，这个套装是比较偏向于手绘质感的一个铅笔质感。还有另外一位绘师，他画的这一个作品也是很棒的。那他的线稿跟这个线条也是他自己去调配的一个笔刷。这个笔刷的话，你就可以考虑拿来画一些线稿啊，去感受一下它这个笔刷画出来的一个质感是如何。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内建笔刷还是不够满足你的需求的话呢，那你可以考虑来下载这3个笔刷套装，来尝试看看不一样的笔刷画出来的一个效果跟手感是不是你喜欢的。又或者是说呢，如果你会调整笔刷设定的话呢，你也可以调整到一个你自己觉得习惯的一个状态来做绘画。基本上到这里呢，不管是硬体、软体还是笔刷设定等等的东西呢，你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已经有画图的经验，那么现在你已经可以开始尝试用 Clipper Studio Pen 画出非常丝滑的一个线条。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初学者来说的话呢，那可能呢这样子还不够。所以接下来呢，我想要加码一些画图的练习方式以及画图的一些技巧，来帮助你。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的话呢，那你接下来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看完，因为接下来的这些东西呢，可以帮助你更快上手画出好看的线条跟线稿。那在我们了解怎么样去练习画线条以及如何画好线稿之前呢，其实有很多的人看了很多的教学，但是实际上去画的时候呢，却发现还是画不出好看的线条。那通常这个原因都是因为下笔的知识或者是一个下笔的力道出了问题，才会没有办法把这个线条画好哦。那这个东西可能有一些人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调整，或者是他在看教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没有人特别去说明。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就还是要针对这
个部分呢，这个细节来告诉你，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调整，可以帮助你比较快速、比较轻松的画出好看的线条。那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下笔的一个知识哦。一般来说，我们握笔其实是看每个人的一个习惯，那这个部分我就不太会去告诉你说，要怎么样去握，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有一些技巧，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电绘画布，它是比较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画每一个线条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细、非常的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一般来说我可能手就不动，然后手腕也不太会去动，只动我的手指。一般情况之下呢，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就是轻轻松松的动手指。那如果说你画的这个线条呢，用这个手指的部分呢，还没有办法画得很长，这时候才会去动手腕。我要画一个很大的这一个，比如说画像，或者是这个头发，我就可以用这个手腕的部分。那再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下笔的力道。下笔的力道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假设我是一个画图画很重的人，然后我要画一条线这样下来，或是怎么样，这时候呢，我就会很认真的想要把这笔画画好。但是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我的这个线条啊变得开始有点抖动了，对吧？所以其实实际上呢，如果说你自己是一个下笔很重的人的话呢，我建议你要改掉这个习惯，试着让自己下笔的这个力道不要那么的重，轻轻松松的把它画下来就好了。你会发现，当你越轻松、越快速的把这个线条画下来之后呢，其实你的线条会变得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顺畅，就不会有这种抖动的状况发生了。所以基本上呢，下笔的这个知识，我们掌握的知识就是说，在电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先用这个手指去转动就可以。如果说线条比较长，我们可以用手腕。那下笔的力道呢，建议是用这种放轻松、轻轻松松的把它快速画下去，不用犹豫，直接这样子画，画错了再画新的一笔就可以了。因为毕竟电绘是可以做一个比较快速的修改跟修正，甚至是复原的。所以说，基本上呢，我们在画这个线条的时候呢，我们下笔的一个技巧就在这边。OK， 在我们调整好我们的一个下笔知识跟力道之后呢，相信你还是会对于画好看的线条感到不知所措，对吧？但是没有关系呢，在这边我想要来和你分享3个非常简单的练习技巧，让你现在就直接开始练习怎么样用 Clipper Studio Pen 来画出丝滑好看的一个线条。那这样的一个练习方式呢，你练习过后，你再去画东西，你会比较容易上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线练习。在我们的直线练习当中呢，我们可以试着让自己一笔一笔一笔轻松的画下来，试着让自己的直线可以画得比较顺畅。当然，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因为电绘的这个感压其实是蛮灵敏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每一条直线的这个粗细都可以保持得非常的一致。但如果说可以训练让自己的直线可以粗细保持的一致的话呢，那当然是最好的。那接着呢，除了直线以外，我们也可以画横线。所以其实我们在练这个线条的时候呢，它是有一点像是我们在画这个田字部。我在写这个田字的感觉，除了像是这个田字以外呢，其实也有一点像是这个画一个网状的感觉。试着让自己在画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感受一下那个线条的一个顺畅度。那这样子的一个小练习呢，基本上不需要练很多。你可能在画一些线稿，或者是你还不是很熟悉该怎么样去画一些线条之前呢，你可以先做这样子的一个练习。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抓到怎么样画出一些线条是你自己觉得比较顺畅的方式。那第二个练习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画像是曲线。曲线的话，其实它有点像是在画一个声呐的符号，然后试着让自己画的这个曲线呢，每一条线跟每一条线的这个距离可以保持一致。当然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画歪，这个都没有关系，然后慢慢的由非常长的一个线条到短的一个线条。为什么画曲线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画图啊，很多的线条是弯弯的，很多人会觉得很难画。我们其实在画的时候啊，不可能每一笔画都画得非常的顺畅。就像我现在在画的时候呢，也有可能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我觉得距离不对，或者是线条歪歪的，那我可以再把它复原回去，然后再重新画，不用怕说会画错画不好。我们在过程当中呢，画出这些线条，练习怎么样去掌握这些线条之后呢，你会越画越好的。第3个练习方式呢，则是我们可以试着由一个点发散出去。那像我这样子的这个距离就不太对了，其实我应该是要试着让它的每一个距离都一样，试着让自己可以抓好距离，或者是呢，我们也可以让每一条线呢都经过一个点，这个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你会发现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度的。那这是直线，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像是曲线的方式试着让自己呢每一条画出来的曲线都可以距离相当。当然这个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我们都还是可以试着让自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掌握画线条的一个准度那像是要把它画进来就比较难了，对吧？你希望你画进来的这个线条呢，可以刚刚好到这个点上，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可能需要多练一些，来帮助自己在这个线条的最后呢，可以顺畅的到达这个点。所以这个部分呢，也需要花一些时间去练习的。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练好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在画线条的准度会大大的提升哦。OK， 在我们调整好我们的下笔手势与力道，并且做出了练习之后呢，相信你现在应该已经可以画出一些不错的线条了，对吧？但是画出线条还不够啊，你还是要运用线条来画出一些好看的线稿。但是要画出好看的线稿，其实还是需要有很多的一些知识跟技巧的。当然我们在这边是没有办法全部说完的，但是我可以带给你3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小技巧，让你将这些小技巧呢运用在你描绘一些线稿的时候去使用它，你就会发现你的线稿会大大的跟过去完全不同。在我们了解怎么样去画出好看的线稿技巧之前呢，我想要让你来看一下左右这2张图做一个对比你会发现左边的线稿呢明显比右边的这个线稿还来得好看，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3个小技巧的部分了。所以我们先来看一张图首先呢，在这张图当中呢，你会发现我有些线呢画的比较细，有些线呢这边可能就会画的比较粗。有的时候我们在画线稿的时候有粗有细，你反而会觉得说这个线条感觉非常的随机，非常的有机性，而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个线条感觉死死的，好像都是一样的一个粗细，感觉就没有什么活力，没有什么生命力那第2个技巧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它会呈现一种怎么样比较虚，像是这个线断掉的感觉这个线它的断也不是很突兀的断，是慢慢的一笔下来它就刚好在这边的时候没有接上，这条线跟这条线看起来它就是很顺畅的没有接上，这样子的一个线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属于比较虚的。那这样子的线呢，就是非常实实在在的把它画出来，这个线就是比较实。很有趣的是，我们的人的脑袋呢，其实在合理的一个情况之下，人脑会自动把它补上的。所以说像你看到我这个肩膀的部分，像这里的这2条线也并没有真的接起来，或者是像这里的这2条线呢，也并没有真的很实在的把它接起来，但是看起来也不会有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很实际的把它画下来，然后整体的形都知道它是在呈现出一个女孩子坐姿的感觉，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说你的线条没有办法那么顺畅的一笔画到位，或者是一笔画完，试着让中间的这个虚呢呈现出来，这个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你的这个虚实之间的交错，反而会让你的线稿呢呈现出一种跟刚刚我们看到的这种粗细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一样的，会让人家觉得这个是比较有一种生命力，有一种有机感的感觉那第3个技巧呢，跟前面2个技巧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前面2个技巧你要怎么样去画出来呢？其实你也不是故意把它画出来的，有的时候是根据你下笔的方向或者是力道去决定你的线条要怎么样去呈现一种虚实的感觉，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呈现一种粗细的感觉那个部分就是透过你的下笔力道跟下笔姿势去决定的。但是在这一个技巧当中的话，我们所使用的是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呢，你要选择让你的线条呈现一种比较方，还是说比较圆的这样子的一个线条，是根据你在画图的过程当中你去做一个决定。所以你会发现像在这张图当中的话呢，我的鼻子下巴或者是说一些身体的关节，我就是让它呈现一种比较方的感觉，去展现出它有一种关节转折的一个方向。那有些地方呢，我是把它呈现一种比较圆润的感觉，主要是因为那边呈现的是一种肉的感觉，因为肉可能比较软，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表现方式。所以线条的方圆呢，其实通常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呈现你想要呈现出来的一种感觉，来决定你在这个地方想要把线条画得比较僵硬比较方，还是你要让这里看起来比较圆润比较圆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在画线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这3个技巧，试着让自己的线稿可以画出比较好看比较有层次有生命力的一个样貌。 OK， 那我们最后呢，当然就要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示范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先画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草稿，并且开始在这个草稿上面画出一些线稿。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作为一点小小的参考，因为每个人画线稿的一个过程跟
跟状态都不太一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大概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线条的调整哦。首先在这边的话呢，我自己个人会先画头发的部分。那头发的部分呢，其实会根据我画的这个方向跟范围的大小呢，线条的粗细可能会有些调整。那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如果说你自己个人在画一些线条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办法那么顺畅的去调整这个线条的粗细，那没有关系，因为头发本身，尤其是像画女孩子的话呢，它的线条可能会比较长。那这个线条那么长的情况之下，你要让它完全的连接也是有其困难度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让这个线条跟线条之间呢有一些空隙，或者是让它呈现一种虚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一点是说，我们在画这个头发线条的时候呢，可能你会觉得有些地方好像不多画个2笔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实，或者是可能会看不出它这个画出来的一个效果如何哦。那这都没有关系，你在一定程度的情况之下呢，多画2笔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尽可能不要去做一个所谓衬线的动作，就是说你画了至少5笔、6笔甚至更多笔的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呢，你的线条可能就会变得很凌乱。那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先把这个外轮廓的部分，或是头发大体上的一个线条把它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我如果觉得说这个线条感觉不是这么的丰富，那我可能就会开始在这个头发里面的一些地方呢，加上一些虚线。那加上排线虚线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这个头发的线条可以呈现出比较丰富的一个样貌，就可以展现出一种头发的方向跟头发的一个顺度。那在脸颊跟头发之间呢，可能会有一些阴影。那在阴影处可能会出现的地方呢，我就增加这个排线的深度跟密度了。那在我们头发画的差不多之后呢，我开始画身体的部分了。那你也会发现我在画这个线条的时候呢，其实是会一直重复修正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画一个线条啊，它如果说非常的细、非常的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很难把这个线条画得非常到位。那这都没有关系，因为电绘比手绘来的好的地方就是说，你可以不断的回到上一步。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在画这些线条的时候，如果我真的觉得画不好，我可能就会重复这样子的动作4、5次、5、6次都有可能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画这个线条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要稍微有一点耐心哦。不用太过于紧张，或者是觉得说自己画这些线条的时候好像一直都画不到位，然后就觉得很挫折。其实不用这样子的哦，因为我们其实只要常常的画，你会发现画到位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顺手。画手部的时候呢，因为关节比较明显，所以我在画手部的时候呢，我的方圆就稍微比较明显一些些哦，尤其是手的一个关节，虽然说不是非常的方，但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得到说它其实是相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肌肉的感觉来说的话，是稍微方一点点的这种感觉哦。OK， 那我们大致上在这个人物的线稿都画出来之后呢，我们大概就是剩下我们的这个表情的部分了。这表情的部分的话呢，你会发现我在眉毛的部分，眉头非常的方，那这当然是我自己个人想要表现出来的感觉。OK， 那在表情画到一个阶段之后呢，我觉得它的表情还是有点奇怪，我这边会用一个小技巧，就是将画面翻转过来之后呢，我就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哪里我画的有点不太对称，或是有点奇怪。那如果还是觉得很怪的地方呢，我就再去做一些调整。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画这个线稿啊，其实除了这些技巧以外，我们还需要对于一些人体或结构的部分做一些了解，这样子的话才会帮助我们在画线稿的时候可以画得越来越好。那最后呢，我们大致上都画的差不多之后呢，像是在他的脸部的脸颊，我会增加一些虚线，或者是像是在他的手臂的部分呢，也增加一点虚线啊，或者是手指的部分呢，也增加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虚线。其实主要呢，就是想要让它呈现出一种感觉有一点阴影的感觉，但是又不想要用那种大色块的方式去表现。其实用这种虚线也会让人家觉得还蛮好看的。那在整体五官啊、方向等等的都做了一个差不多的调整之后呢，那我们最后的一个线稿状态就大致上完成了。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稍微了解说，其实我们在画一些线稿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运用这3个小技巧，来让自己的线稿变得越来越有层次，变得越来越活泼。OK， 在看完今天的教学之后呢，相信你应该对于怎么样用 Clipper Studio Pen 来画出好看的线条作品以及线条的插画有了一些基本的概念了。那当然，你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直接去设定好你的工具，并且直接开始练习画，这样子你才可以从过程当中呢去知道说到底你在哪一个步骤出了一些状况，好让你可以改善它，并且让自己画出好看的线条作品跟好看的线条插画。那在你使用 Clipper Studio Pen
你去做好这些调整跟练习，并且画出好看的线稿的话呢，不管是哪一个部分你都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和我分享哦。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的留言处来和我做一个询问。如果我知道怎么处理的话，我就会回答你了。好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真的对你有些帮助的话呢，也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需要跟喜欢画图的好朋友们。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因为这样在我新片发布的时候呢，你才不会错过哦。最后，让我带给你的生活一点颜色，也希望你能带给他人生活你的颜色。